天我们要做的主题就是流年塔罗的流年解析。然后2024年是龙年，龙年的话呢，那个是农历之后了哈，农历之后是龙年啊，就先祝大家轻轻松松笼络人心贵人贵事隆中来丰盛如意，怡然自得。那实际上在塔罗牌上面的话，它是一个叫平衡牌。平衡牌是我的塔罗主牌里面的第8张牌，而这第8张牌呢，它就是我们的西元年2024年去加下来的2+2+4，也就是8平衡牌。那这个其实是挺有意思的因为从去年是火战车，我去年有讲火战车的那个流年比较火爆，那今年衔接下来就会转向平衡了，也就是说你过去的冲动，你现在突然冷静下来了。平衡牌的话，它的牌是长相长这样子，有个天秤然后是力与美的结合，有智慧然后也有知性它其实就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那顾名思义呢，就今年的整体的能量就回归校正到平衡，感性与理性的平衡，然后身心灵的平衡，精神与物质的平衡，是个不错的流年运势。这个牌里面呢，它其实还有4张的小小的副牌。曾经有让我算过占卜的朋友可能会偶尔会看过这几张牌了，但每张牌会对于你的问题，然后有不同的解析，可以让你们去参考那个资讯。那我是针对这个整年的年度的流年，我们用这个牌去截取到讯息，如何要带给我们更多的启发，或者说今年我们要注意的东西是什么。那像它的副牌第1张牌是叫和谐你看这牌很特别里面有非常多的乐器而各种乐器同时在伴奏，可是却又谱出很美妙的旋律，表示说有更多多元化的发展，都是包容性也比较强，然后都是为求更好的一个层次。这个是它的第一张副牌属于精神层面的。第2张副牌呢，叫做融合融合。这个牌好像很明显就是有分4个阶段各种的不同的元素融合在一起。而这个融合牌指的是在于心智跟思考上会比较逻辑性去判断，理性面会多一点，然后会比较综合，然后在牌面上的解释是面面俱到，就每一个面向它都会兼顾到，这也是今年流年其中的一个元素。第3张的是我们的牌叫做停滞这张牌是平衡牌里面的第3个副牌叫停滞。而这停滞牌其实指的是我们的情绪情感的部分。为什么会是停滞呢？在平衡的年代为什么是停滞呢？其实有时候就停下来之后，你才会发现说我可能过去这个部分情感太多了我可能需要收回来一点。你就不会像去年这样那么火爆那么冲动，今年就会停下来审视一下我过去是不是付出太多想太多，然后用力过猛所以今年的平衡就是让你先停下来停滞不是说不动啦，只是说你可能要整理一下。第4张副牌叫做改变改变我的牌很特别这个是我只会做这一副牌的解读啦那这个牌改变呢，指的就是身体跟行动上的改变，有物质上的改变，资源的调动改变，或是健康上的改变，然后还有你的行为模式的改变，这都是在平牌里面的元素。整体来说的话，今年的运势在我们去年火战车忙忙碌碌的东奔西走之后，你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到自己的许多的优点，甚至是缺点。你会在这些里面的过程中，在今年你要逐一去做修正，你好的你要 hold 住，然后去继续 push。那你如果说在于
不好的缺点，我们就要好好的检视、修正，会有机会，会有转机。那整个能量的运作会让我们的人类的集体潜意识，人类才会有潜意识嘛，人类的潜意识如果大部分人的想法是一样，它就成为一个集体型的潜意识，影响到很多的脉动。这个能量会让我们人类会希望把一些不安定的、不平衡的，想要趋向于稳定和谐的这个能量去走，这是有点退步扩天空的年代啦，就是大家会希望说一切好，能够好讲话、好做事，为主啦，哈。那整个世界呢，整个世界也会转向于比较和平稳定的发展去做努力，寻求共好、共荣的一个生存条件，会有更多元的合作空间，算是不温不火的年代了哈。那当然，去年的冲劲可能消耗了很多的热情，也很多的资源。其实资源包括很多嘛，我刚刚就说改变牌，它就跟你的金钱有关系，你可能耗了很多的金钱，然后耗了很多的精神，或者说你耗了很多的体力，做了许多你想做的事情。然后当然有冲劲是好的，因为你要去冲才会突破，有突破才会发现自己的问题。也讲说是失败的话哈，可能就今年的成功啦哈，因为失败为成功之母嘛哈。可能今年会让你会想要很多事情先停下来，好调整身心灵，好。那今年度有关于身心灵系列的教育，諮商型的，然后具有疗愈性的工作性还有艺术美感相关的商品，或是会比较盛行，也会比较活络。甚至连宠物就是宠物本来就具疗愈性嘛，看它都很可爱啊，然后心情就会好啊，所以连宠物都会有快速发趋势，等于在今年就等于是用过去或是过去更多年的一切的经验来检视现在的自己的能力，不管是个人或者是团队或者是公司或是国家都是这样，为了要重新校正到最佳的状况，重新出发，就是应更高的挑战或是困境。这是平衡这一年很特别的点，然后是转机是转折我记得去年好像也是有一段，不知道是哪一段，几乎是卡住的，才几个人也就卡住了，什么鬼啊！好，我刚讲到哪里了？我还特别写了稿，希望说自己不要脱稿演出，在一个适合的时段里面把可以讲的讯号给说清楚。也谢谢你们可以上线其实上线就是传祝福给你们希望你们今年都可以顺利今年是丰盛的年要把握去年的消耗的体力、精神跟金钱今年我们可以慢慢把它回归回来。前面完全不在讲什么，我自己好，前面我们重点直接讲就是平衡的今年，就是要用过去的经验来重新检视自己的能力，然后重新校正为最佳的状态，然后重新出发。那这重新出发就是为了要去适应更高的挑战跟困境这个很棒但是意思也是说你一定要改变不要停着不变火餐车飞得很火快，而且很火爆我去年解析的部分很多，几乎新闻版面都有出现过。我在做塔罗解析，我在没有要进行节目之前，我几乎是空白的，我不知道要从何讲起，因为塔罗牌嘛，就是这么一张牌，怎么样去说到这么多的细节，其实都要透过一些讯号的接应。刚刚那一段的直播影片我还是会放在粉丝专页，那详细的内容资料我一样会写文稿，然后给大家。如果真的不行，我后续顶多 Podcast 的音频我另外再录一段因为其实今年有打算是把一些个案的经验跟分享放在 Podcast 上面让大家去听别人的故事，然后来增进自己的智慧这个很棒因为我不希望每个人都是同样的问题一直重蹈覆辙，然后一直不断的询问却
始终没办法成长哈，这不是我要的，我也不希望每天都在做案子，这也不是我要的生活。我们是人啊，我们有自己的工作要做哈。我3个孩子嘛，对不对？我们必须要做好我们的本分，然后有余力再去做可以让大家共同成长的事情。刚刚有讲到世界国际跟平衡牌啦，环境气候跟平衡牌的关系哈，那实际上都是转为趋缓啊，会比较和缓。气候不会那么剧烈的变化，然后灾情不会这么大，不会造成这么大的灾害，然后那个国际之间的战事可能会比较有和谈的机会，而这和谈都是为了他们为了自己的国家的利益着想，不希望有更多的损失，有更多的人力的灾害，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个底线，而这个底线就是先保护，然后保护好自己也是得保护到对方哈，所以那个求和求战的机会就会大增，然后所以今年算是比较 peace 的年哦。那当然很多人就会受惠，战争国家里面的人民就是受惠者啦哈。我们如果会想去观光的也会是受惠者，我们可以去一个没有战事的国家，然后去欣赏他们的美好哦，这就是对全世界来讲都是一个福音啦哈。环境气候也是啊，我觉得刚刚我有讲到日本元旦，你看元旦1月1号大地震，刚刚大家可能听不清楚嘛哦。因为那一天大地震之后，当天有发布那个海啸警报，我还特别紧张一下，看一下它的警报发布的状况。结果它发布之后的隔天早上，它就解除警报了。那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害，这个是不幸中的大幸，也是指说过去比较极端，一点点天灾就造成极大的伤害。可今年它即使已经这么大的一个前程大地震，但还是能够降低它的损害，我觉得这个也是平衡牌的能量的一个状态，就是它不会那么剧烈啦哈。然后在社会上，就大家包容性会比较高。去年大家都很喷发，对不对？都很会，大家就是火气都很冲了哈。那今年的话，大家会比较是属于我不喜欢的事情，我不会去造成你的困扰，或者是说造成你的烦忧。当然都是就是要检视别人之前，自己会比较顾及颜面啊哈。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也不要去讲别人哈，这是整个社会氛围会是这个趋势。等于是舆论的批判，去年的批判都比较尖锐一点，而且会比较放大。我去年有讲到这一段，就是他会刻意放大那些语调语词，让你去有点不由自主的觉得愤怒值就会上升。那今年的话，他们就会比较是属于舆论的批判，要刮别人的胡子之前，先刮好自己的，就要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不要去讲啊哈。那如果反其道而行，就更容易被大家检视跟检讨。社会氛围我觉得是包容性好的话，公平正义的议题也会提升，然后大家会比较是为了就是为和平啊，好不好？为和平，然后为了社会安定，大家会各自的努力。在工作事业上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因为大家都需要工作嘛，需要上班嘛哈。今年各行各业会面临的就是转型、转业跟个人转行的契机，甚至是暂停一切，就是可能会就直接就退休啊、不干啊之类的。这一点其实也是平衡牌会出现的一个状况。如果你刚好先想要转行的，我建议你真的是有检视过的话，你就做吧。如果说你是刚好创业还是创业很多年，突然间今天想要休息，想停下来，其实你也可以试着去休息啊。这是今年要给你一个囤积另外一个能量的一个开始。等于是事情都是处于在停看听的十字路口上面啊，然后事业体就会比较是处于在整合资源，然后集中人力，然后会断掉很多的多头马车的状况，然后来维持更好的收益。个人来讲的话，你可能就我刚刚说了嘛，你会有过去的经验，然后发现自己能力不足的地方，或者说其实自己很厉害啊，在这个公司其实我能力已经强过我现在的岗位了。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可以有更好的跳板去做，好，那就会有改变的机会啦哈。那检视好自己的优点、缺点，能改变就尽快改变，一定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啊。这个就有关于自我改运了哈。自我改运的方式就是改变不满意的现状，这就是自我改运。今天1月6号嘛哈，我虽然农历年还没到，今年是龙年嘛哈，龙年就是。
我写的 slogan 大家有看吗？轻轻松松笼络人心哈，就是说其实今年就是一个很好的社交礼仪的年代，那你不用太刻意，你只要轻松做自己就可以了，然后你就可以去交到一些很不错的贵人，然后可能就很多贵事就会发生，是个丰盛的年代哈，一切事情都很自然的形成，很自然的发现。有关于这个平衡年对于家庭每个人都有家庭嘛哈，每个人家庭，那家庭其实是什么样的家庭？指的是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就是整个大家庭、大环境啊，会处于一种家和万事兴啊。一句话，家和万事兴，就是这个家和万事兴，不是指说刻意一定要大家都搞得很快乐，不是，是尽量不会去干预到对方的私领域啦哈，就是你的领域我不干预啦，我不想插手，就是不插手就没有冲突，没有冲突之后他就顺了哈，这就是今年的一个状况啊，这大家是希望我不要影响你，那你也不要影响我啦哈，讲起来是好像比较偏自私型，但实际上是不去打扰别人就是一个很好的美意啦哈。那在于那个，但是每个人自己的自我本身的责任跟义务还是会去尽哈。比如说我是子女，我要尽孝道哈，这个义务会做；然后我是父母，我要教育孩子，这个义务也会做哈。就是你会善尽责任跟义务啦哈。这一点是在家庭里面的出现的一个能量是这样子的。那夫妻之间的互动。我记得去年就是说，你可能如果夫妻两个有共同的目标的话，就会合作的很好。但是如果没有共同目标的话，就可能很容易会冲突不断啊。那今年的话，可能彼此的互动会比较偏向是希望我们的那个生活品质提升，就是彼此都会比较自然的配合哈，比较自然的配合，然后也会彼此约束，就是我希望提升，但是我自己也要做得到啦哈，就是自己要先做得到，然后再做好之后，就是再去跟对方讲，你也可以做得到，就是这种的叫做共同成长啊。今年的年是共同成长的年，那就算要吵架啦哦，我觉得会留点情分，就是不会讲话这么尖酸刻薄，可能会稍微嘴巴会比较收敛一点啊，就是不会吵得太夸张啊，在婚姻上会比较平顺啊。那如果真的在婚姻上是有已经觉得缘分尽了，你要分开了哈，我觉得会是好聚好散啦，就是你只要肯开口讲，但是就怕是你只想等对方开口，那可能就会拖很久，就可能会拖很久，会拖到明年都有可能哦哈。就是如果你不愿意开口，你就等待对方表示的话，你可能这个事情就会变成一个拖延战。好，那个因为今年的牌有停滞牌嘛，就是如果你不去主动去做一些协调的话，它就是停在那里，卡在那里，好，没有动静了哈。这是指夫妻之间的相处模式，在这个平衡牌的推波助澜之下产生的一个能量状态。那如果是亲子之间呢，它的互动性就会是比较是共进退，就是希望孩子的好能够荣耀于我，然后希望我的教导可以反映在孩子的身上，那比较会愿意花时间花时间去顾及孩子的各方面的成长。那但也是顾及自己的颜面啊，不希望孩子出什么 trouble， 然后是我父母还要出面去做这些还价哈，算是父母就是善尽责任义务啦哈，比较舍命陪君子，然后陪他温习，陪他复习，或者是陪他去做各种事情，希望他能够稳健的成长，然后自己也觉得我非常的好，我是一个尽责的父亲，我是一个努力的母亲，然后就互相的回馈跟反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能量现象啦哈。因为去年可能该吵的也吵了哈，该离家出走应该也已经今年应该也会回来了，在这个去年的冲动，今年会回归平常心了哈。那关于情感部分，我们就要分有单身派的跟恋人派的。现场有单身派的吗？我先讲单身派的哦。其实单身派我直接那个破题啊，你其实对今年你根本不会那么着急啊，有跟没有都没有关系啦，你懂吗？就是宁缺毋滥啊，就是缺就缺啦，我也不要烂的。好，等于是自己在那个条件上可能有设的比较
严谨一点哈，比较小心一点，主要就是不要让自己太累啦哈。如果随便找了一个，然后就搞得自己很累，你会觉得很烦，你干脆就是没有也没关系啊哈。那就是不会乱找对象啦。那但是在社交圈上交友可能就会比较活跃一点，就是希望多认识更多的人，采大数法则，就是反正这么多的人海里面，总会有机会遇到一个对上眼的吧哈，就是尽可能去涉及交友圈这样子。那就算是没有遇到这些你觉得合适的对象，但也至少可以结交非常多的朋友人脉可以打出去啊，就所谓的至少遇到贵人，然后发生贵事，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啊哈。没情人有贵人也很好啊，对不对？就看得比较开啦，所以不急啦哈。以照顾自己的身心灵为主，这是单身派的哈。那恋人派的呢？就是你相处好，相处好的精神就会提升，会提升到什么阶段？就是像老夫老妻的阶段，就是你不开口，我都知道你在想什么，就好像会感应到对方的思维一样哈，就是很有默契哈，就是默契会提升啦哈，就是那种心灵契合哈，会很棒的进展。那相处不好的，可能就是相敬如宾啦哈。就真的再差的就是冷战，就冷战不动而已啦。但是各自过各自的，各自精彩哈。就算要分，就我刚刚讲了嘛，如果是夫妻感情不好，真的要分缘分尽的就是拖延比较拖延啊，就都不想当坏人啊，不想开口啦，只想对方讲。那真的不行，其实讲了也无妨啦哈，就是不要拿情感来消磨时光啊。就今年一年有很多的机会啊，你在那边消磨机会就没了。尽可能就是能改变就赶快的改变，这样是最好的。现在最后讲流年的年龄会在今年的运势上反应会比较剧烈的有4个年纪8岁，今年读8岁小二嘛那30岁。现场有30岁的朋友啊，如果你后面听的人如果是30岁，你要注意一下哈，有小2小朋友的然后年纪52岁，然后再就74岁的朋友。我去年有说过嘛哈，流年的年纪遇上的话，你在接收能量的强度上会比较强，其实就是你的感官度会比较高啦哈，反应强度也会比较大。如果以正面的状态来看，平衡的牌发生在这4个年龄阶层的人身上的话，会比较等于是会让自己的表现都维持在一个最佳的状态，然后保持着一定的正直，然后高尚的情操然后尽可能做到最好，然后赢得个人的荣耀，然后也会获得他人的赏识，算是做事情会比较游刃有余，得心应手，这是正面的状态。但是如果是负面的状态，就会可能为求表现，然后用力过头，用力过猛，然后操之过急，然后太刻意，不小心失败，就会因为这个失败而不断的自责，然后陷入情绪风暴这个就是比较不好的地方那可能也会有一种就是对于世间的很多事情感到非常多的不满，然后又因为自己能力不足无法改变，然后就会有一种愤世嫉俗的负面情绪。这个部分都要留意就是以这几个年龄阶层的朋友来说，总之就是做好身心灵的调整，就有哪些步骤？适当的运动，轻旅行，就是简单的去走走踏青然后健康的饮食跟正常的作息，因为说起来很简单，可是很多人不太容易做得到，因为它不是简单，它必须每天这么做持之以恒比较重要。透过这种方式来转化自己负面的情境这是这几个流年有被卡到的朋友，就是被平衡牌冲到流年的朋友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最后，其实今天我比较特别的是，我是想要做一个募捐的活动，而这募捐的活动其实是关于一个育幼院它是一个协会，这个协会叫台湾疾幼关怀协会，它专门在做年菜，然后就是一份500块，你就是募捐500块，让那边的育幼院的孩子有年菜可以吃。其实我关注他们好几年了啦，然后只是我们要找适当的时机点，就是
就是去做一些行为，而且抛砖引玉嘛。我前几天有 po 那个7脉轮蜡烛嘛，这个其实是在很早之前的发想，一直很想要针对脉轮的部分做一些不同的事情出来，然后具体的，然后就是有做蜡烛嘛，但是一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契机跟那个点在哪里。7脉轮蜡烛我简单的讲啦哦，那我有 po 嘛是7颗，我刚刚要留个位置是要摆蜡烛，这样看得到吗？红，那红橙黄绿，好，然后蓝靛紫，好，针对7个脉轮，好，针对7个脉轮，其实在我自己灵疗的主轴就是从脉轮去看灵性的讯息，然后透过这些讯息来去提供给个案，让他们知道说，哎，你哪个部分可能有问题，自我去做一个校正啊。当然在能量场上面也可以做调整，但实际上我们人的作为也是要去做改变，好，这就是双管齐下哈，一起去做的。那还有一颗这白色的，这个是净化蜡烛，这是最基本的啊，净化蜡烛，好，这样子。其实这样子的话，我其实这个本来没有打算是要做来怎么卖的，我只是单纯来做这个募捐，这样7颗加1颗，好是500块，刚好是那么年菜募捐一份500块的一个价格，等于是你去捐了这个500块，然后你又获得这一份蜡烛，也可以说你买了这份蜡烛，然后这个钱我就是捐掉了，我全部钱就捐去做年菜。那我只针对就是今天开直播一直到明天午夜12点，已经有人私讯跟我登记的，那我就会登记啦。登记起来我之后才开始做，我只做这一天内24小时登记的数量，然后再去做捐款，然后再做蜡烛，然后再寄给你们，就这样。但希望大家透过善事，然后替自己自我改运。那我简单讲一下，就是7脉轮蜡烛它的一个用意啦。我之前有说过嘛，脉轮的清理其实是很重要的，但是一直找不到一个方式，如何让你们自己去做这样的清理。其实在市场上有很多的东西哦，都会跟你提到说怎么去帮自己做脉轮的清理。但其实最简单的事都是会被我们忽略而不去做的，就是我刚刚讲的嘛，静心冥想啊，然后去踏青深呼吸，然后认清问题点，然后学习放下的意念，它都是意念啊哈，这些都是具有清理脉轮的一些能量啊。当然，大部分人都还是会去选择说借由他人或是借由其他的物品来帮助自己。但其实这是没有问题的，你让接受帮助 OK， 但是你可以在被帮助之后去汲取这个经验，然后自己学起来啊，以至于不要去重蹈覆辙，不断的去往外去求解决的方法。其实你这样就会忘记说，哎，其实根本是在自己的身上。好，这就是我希望传递出来的。其实是直到这个脉轮蜡烛只是一个构思，已经知道要做出这个脉轮蜡烛，但是还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契机点，是因为刚好有认识一个灵学老师，这个灵学老师是透过跟一个个案做咨商的过程中去聊到的。然后我这个会有一个习惯，就是当个案他们有去接触其他老师的情况之下，我会询问说，哎，是哪一位老师？我会去看一下那个老师的能量状态是不是安全。不知道啊，就是想要替个案把关一下齁。那 OK 的话就 OK 啊，如果是有可能有些讯号需要让个案知道后，我就会再提醒一下，这样子，希望大家能够都平顺啊齁。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刚好跟这个灵学老师就结缘了，因为看了他的样子之后，就发现那2天一直出现他的讯号，出现那个灵学老师的讯号，然后我就去跟他开启了对话。结果一开启对话，对方也说，日后我们还有很长的时间会经常的，可能会去做对话跟访谈。他就说可能还有4、5次的机会。我说真的啊。然后其实整个聊过程都很 OK 啦，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有讲到一个点，我觉得那个点就是让我今天想要推广这个7脉轮蜡烛的重要的点。他提到点光明灯。你们应该有知道点光明灯这个台湾的习俗吧？有点灯的请举手。点财运灯、光明灯、事业灯的什么灯的，
好，其实我没有这个习惯啦，我以前都是老一辈的人，就是他们会习惯性每年就去点灯，他们就点自己附近庙宇的灯，那个其实我没有都特别去主动参与啦，他们会去点嘛，生辰八字他们就自己去点。而他讲这个事情的那个老师还特别跟我说，希望我不要笑这个举动是迷信，他也特别知道我没有做这种事情，然后希望我不要笑他说这个事情是一个迷信。然后我就想说，既然我们聊的也很顺嘛，有点灯嘛，哈，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啦。那只是我个人觉得说，每个人当然需要心灵上的寄托嘛，哈，这个我待会解释为什么这样的现象跟点灯是必然的存在啊，哈。那也因为他提了这件事情，他希望我不要去介意，然后就去做，反正无害嘛。但我当然知道无害啊，所以但我待会也去审思有关于点光明灯这件事情的一个现象，我去冥思啊，去连结有关于它这个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冥思的画面我分享给大家了哈。实际上它先出现是庙在一个高山上面，好，你这样说高山地灵人杰，所以他给我的讯号是指说，你要去安的光明灯的庙，尽可能是在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你懂吗？就是位居比较高，然后可以背山面海的更好，因为其实万物皆有灵，你越贴近地表的灵越多，这是它的各式各样的灵都有，但是一旦它的位居点比较高的话，它就比较单纯，它的灵性团体比较单纯，他们做的事情就比较单一，没那么复杂，这是我的建议啦，因为这个我去特别冥思看一下那个画面，有关于，因为老师也说要找大庙，我说所谓的大庙是指什么样的大庙？是指庙很大，还是名气很大？好，你懂吗？还是指什么样的意思呢？然后所以原来是它必须是一个它的能量场是比较纯净的，好，懂吗？那你点灯的意义是在哪里？你知道吗？点灯啊，它其实是我们透过无形的能量场来维护我们自己个人的能量场。这怎么说呢？怎么维护？从你想要点灯的那个意念一发起的那个时候开始，你会形成一个意识体，这是由意念形成的。而这个意识体就是你那一盏有写你生辰八字的那一盏灯，好，那一个就是你的意识体，其实就像是你的分身呐。我举例一下哈，大家会比较听得懂。就像是有一个公司，母公司跟子公司，你想如果母公司它如果是今年有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这不可抗力的经济因素会影响到整个公司的财政问题的情况之下，它有子公司如果是赚钱的哈，它就可以去 cover 这个母公司，让这个母公司的那个运作可以去维持正常，至少是不要垮掉。而这个不可抗力的问题就很像是犯太岁，就是你今年犯太岁，你就是不可抗力的因素，你就是会遇到很多的问题跟困境，这是你没办法避免的。好，但是子公司就像是你的光明灯，你点的灯，它在那里护持你的能量。好，你的本体被消耗，但是你还有被护持的一个地方，能够维持你的正常运作。比如说，有的人说犯太岁可能学光啊，可能就是官司啊什么的，但是你去点这个灯，会让你这个部分消耗的状态不会这么的严重。这是我在这个部分特别去冥思得到的一个答案，因为以前从来不会在这个地方琢磨啦，因为我是针对个案的问题去了解每个人的问题而已嘛。既然那个林雪老师提供了我这个意见，我要特别了解一下，这样才可以说服得了我啊，那我也才可以讲给大家听啊。那所以每一间宫庙它驻守的灵性能量的团队他们的功能都不同，在我们人类眼睛无法看见的能量场里面，特定的灵性团队他们会去做特定的校正就会有所谓的财神灯护财太岁灯护煞就是这个意思啦就是他们的功能会不一样。那这也就是所谓的改运，改运就是改掉我目前不顺的运听清楚改运就是改掉目前不顺的运。那
在我上个月啦，就12月30号，我其实跟孩子有外出一趟，有路经一间有名气的庙。你知道我看到那个庙方的那个门口啊，那个椅子啊，一张一张排着，在干嘛？你知道吗？在排那个点灯啊，排哪一天点灯？我忘记要写日期。他们就是因为他有名气啊，那椅子排很长我想说啊，那些排不到的人呢，或是没有去排的人呢，他们要怎么替自己改运？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迷思啊？有些人根本不走庙的啊，他怎么帮自己改变啊？其实改变的方法一定从自己开始嘛，从你的日常，从你的思想开始，思想影响你的行为啊，你的行为就会改变你的一切。但是很多人就是意念不够坚定的话，就很容易失败哈。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我们不做这些事的人，我们可以怎么做？所以我才过去我也是强调嘛，自我的改变跟修正其实就是一种自我的改运，自我改运。我们人的想象力很容易被限制啊，很容易被限制，所以你需要特定的形象跟具体的东西来提醒我们的灵性的力量哈。这个具体的东西就是庙啊、信仰啊，然后幸运物啦，或是点灯，好，这就具体事物啊。然后我自己亲手做这些蜡烛，好，这些蜡烛哈，其实就是我把能量把它转回具体的东西、具体事物，而点燃这个火嘛，点燃这个火就其实就是把我们自己的意念，然后就是像灵性讯号发射出去的方式，点燃它就是发射讯号。发射出去去连接，就像是网络连接一样你连接出去了，你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讯号，或是或是很多讯号会回传。那所以这个7脉轮点烛的改运的发想就出来了，然后我也实际去做出来。那我那一天拍那些都是为了我的亲友做的啦，我要在立春的那一天去做这件事情希望为大家今年是好的年，如果运势改得好的话，可能就先改变好的意识体、能量、思想，你的很多东西就会跟着改。这个蜡烛就是也刚好可以落实我今年想要行善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替那些育幼院的小朋友多一些年菜加菜啦，加菜。那7脉轮它的蜡烛当然是除了对应它的脉轮颜色之外，其实我自己有做一些魔法精油这个魔法精油也是对应这个脉轮特定的功能去做调制的。那每颗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味道，然后魔法功能也不同，所以我做完那一天亲友的那一批之后，我真的是我精气神耗落非常的多，真的是2天休息2天我觉得耗落的状态蛮多的。然后那限时人捐我没有要延展整个活动，那当然这个点蜡烛的过程，那的里面的说明我会一样会有卡片，然后让大家去详阅说明之后再去执行。这个是要在立春，立春是今年立春是2月4号，过年前2月4号再点。我们一年有4个节气嘛，那实际上一个节气大概是3个月的周期。那一般庙里面点灯，他们都是立春的时候开始点。那我们是希望说，透过自己的行为改运，你可以我甚至会想要做成是你3个月之后，你发现自己的地方需要再重新调整、重新校正，你可以再做一次这样的一个点蜡烛的仪式。我可能就是以季的方式来出这个7脉轮蜡烛，当然也是要看大家的使用的效果，跟我这次帮亲友点完之后的2个月之后的一个成果，我再决定是不是要做春夏、立夏，然后立秋、立冬每3个月我们看怎么样的变化，我再去做后续的安排。因为做蜡烛还蛮耗时间的，我真的做一天我弯腰2缸真的是好累但你如果没有要认购这个蜡烛的，你决定想要自己去乐捐年菜也 OK。那个直播的主题底下的留言，我有分享他们的粉丝专页跟他们的填单的表单你可以自己去认捐，它就是一份年菜就是500块。好，那边的育幼院，它全台有9000多家嘛，他做了10年，第10年了，我觉得还蛮用心的，他每年都不够每年物捐的金额都不够，我希望以后可以更有能力做更多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小孩是很需要培育的，尤其是过年嘛，就多一点温暖这样子。工商一下我咪咪亚自己在用的这个塔罗牌，塔罗牌有兴趣的朋友就是去那个
这是领航者塔罗牌，我授课老师是在文化推广课程里面教课的一个叫 Sonia 老师哈，然后名称叫直觉式塔罗。有兴趣的粉丝自己去了解，我没有要教课哈，我自己没有要教课哈。那绿雅学的灵气啊，这个比较特别，我灵气是跟阿卡许心灵教育的阿卡许老师学的。你对灵气有兴趣的，也可以去从阿卡许老师这边先开始。他的特别是因为他是我的主灵挑的老师。我说过我在走入这一行之前，我真的一窍不通的，关于身心灵产业完全是没有任何兴趣的。每一个指引都是由我的主灵推手推出来的。学什么牌，学灵气，学催眠，都是他们推。他们也说这3个结束就 over 了，我就不会再让我去做有的没的。我也是这样就停下来，所以我就继续做我的事情，然后休息，然后做单一自己会的事情就好。我自己的这个就是灵疗的过程中所有的能力是每个人会被在灵气的课程中会被启发的能力其实都不一样啊。他这个灵气课程是启发了我个人的灵媒特质啊。其实过去我都不屈就于家族的包袱啦，因为我爸爸是法师，他是德桃啊，也是法师，但是不务正业啊，人品失败啊，所以我对这个摇头没办法接受。但我妈妈是巫医的传人，她是接班人，可是她是落跑的人，她不想接班，她就跑了，跑离了那个部落嫁人，然后也不愿意承接这样。所以我小时候的通灵本能对我来说，我觉得一点都不符合经济效益，你懂吗？就是你能够通天通地，不符合经济效益，我觉得赚钱比较重要。认真工作养活自己才是正道。我这样子维持了30几年哈，直到前几年才会回到这个路上。其实应该说过去那30几年的经验都是为了今天的我啊铺成的道路哈，铺成了那么久啊，才走到现在的我，就是这样子。所以每个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哈，你也不要觉得现在的辛苦是让你觉得痛苦的，但是未来你回头去看，未来的你很好，肯定就是现在的你琢磨出来的，懂吗？那日后今年呢，我会比较谨言慎行啊，灵性的工作我不会间断，但是我也不会冒进哈。我做好自己的本分啊，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意思是说我还是会写文章，然后会着手这个音波来做灵性服务，就是比较推广型的。那当然有一些最近很多私讯的朋友会想要做一些灵疗的，我要说声抱歉，然后我没办法给你们做那么多的服务，然后因为我比较务实一点，然后希望给大家比较务实的灵性方针。我们是肉体，我们都是人，然后相较于另一个空间的人，他们的灵体我们比他们有更多的责任需要身体力行，他们都是在那边一直传递讯号啊什么什么的。有时候我会觉得他们很吵很吵，我觉得他们给的意见很没路用，有时候是这样啦，因为我想要实际一点嘛，但是有时候静下来，它还是有它的道理在啦。就像你的灵感、你的第六感，总是会跟你讲一些正确的指引，但是你就是不听乖，不愿意听从这些指引总觉得就是那些对来都是屁，都是自己的杂讯。那实际上那是因为我们没有静下来我们被现实生活的问题困境给拉住了哈。我们就是因为被拉住，他才会给你那么多的讯息，希望你能够挣脱这些枷锁。好，那跟异度啦，灵性空间是合作关系，我们不是依赖关系，我们不依赖他们然后我们对生活中的所有的灵性工作者，我们都不是在依赖他们，我们都属于合作关系都彼此都共好。其实就是事后看频道的音频，然后去听，然后有什么的部分重点对你是有帮助的，你就去接受这些建议不管你是什么身份那有什么样的困境今年只要能够调整自己的步伐在遇到困境的时候，去适时的去调整那个身心的部分。意念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其实是各种的灵媒他们在做灵性工作，他一定是在意念上是能够有他的频率跟频道可以走，不然是很难进到那样的空间这是真的。有时候
不是说随随便便就可以到这样的讯号场里面去捞到你所想要的讯号，你一定是要够纯然的想法去做这件事情。那点这个七脉轮的意思也是必须你想要主轴是在于我今年的事业，还是我孩子的健康，孩子的课业，或是先生的工作等等。你可能要在这个意念上你要琢磨一下哦。当然我会在说明上面会再写的比较浅显易懂，让你知道怎么去操作。那我相信在这个蜡烛上面有很多的公司，因为我还有欠很多人家预购的蜡烛，阿北泽，I'm sorry， 就是因为我做蜡烛要精气神状态要很好的情况下才可以做。我那天因为做这个清油的7脉轮蜡烛，我废了2天，真的是没有办法，那个真精气神怎么耗弱成这个样子？因为一次要做足七款，真的挺累人的。平常只做3款就差不多，我做到7款，因为每一款的我要挹注的那个助念是不同的。在做蜡烛的过程之中，其实我本身学灵气就是有一些术语跟咒语术法是需要做运用的，而这个运用其实虽然是连接很多的天地之气啊，但是这连接的过程中，我们管道会过热，管道过热就像电线插着，它可以通电，可是那个线很烫，我就是那个很烫的线，就会有点身体不适这样子就要休息一下子。七脉轮精油我没有特别要做了，但是我个人有个人要用，专门拿来用蜡烛，sorry， 我拿来就是运作在蜡烛上面。其实精油它是比较是属于是体表上的改善，因为我们身体外面有很多的那个经纬体，经纬体它可以透过这个气味去做一些改善。蜡烛是属于是我们结合意识体，其实人的意念很重要，结合意识体去做整体的改变，所以我比较专注在做蜡烛，而且我的指导老师灵气老师有说，未来20年是走火的能量，火的能量是指说它会来得很快，所以我以蜡烛的方式刚好是在火的能量的运作，可以加速所有的一个脉动，所以我觉得蜡烛是不错的东西，但是精油我没有特别做，但是有可能有别人有做了。我知道有一个老师专门在做7脉轮精油的人，那个老师什么名字我也忘记了。我那时候有特别去看一下他的影片，但是因为精油的涉及的东西要更专业啦，我这个专业我没有学，我就不去碰，但是我可以知道这些精油跟我自己调配的魔法的能量可以用在脉轮的精油、脉轮的蜡烛上面。我就觉得很 OK， 离火运，对，第9运就火运，所以用火的这个能量来助运，其实是很棒的。那蜡烛我从去年就是有在研制啊，但我可以做案子不去碰这些小东西，可是我觉得有些小东西就是你可以用自己的意念跟自己的灵性的能量去提升自己，我觉得这个很棒的事情老师再厉害也没办法改造你的全部啊！老师只能提点你，跟告诉你一个方向。那你一切都是要透过自己去运作，那才是最有效，才是你自己的。那蜡烛它就是一个意念、一个实体的能量的东西，去提醒你自己，我可以怎么做，我可以怎么做这样子。蜡烛小小一颗，我这个蜡烛因为比较特别，所以它点的时间点会比较长。我刚刚点的蜡烛，一般人家45分钟就点完，我的至少我都会燃到在2-3个小时。我刚刚8点点一颗，到现在还在烧，可能要烧3个小时一颗要4个半小时，我跟烧5个小时啦，会烧比较久。好，10点11分了，还有其他的问题吗？今天上线的朋友，感谢你们的参与祝福你们今年更顺势今年是丰盛的年希望你们今年都可以顺利，平安。你如果7脉轮蜡烛针对个人那个配置针对个人那你一整个家庭的话，可能没有办法。对，但是之后我可能会做一些就是祈福式的，就可以有全家人的一起做一个祈福仪式，就还蛮不错。我这个还在演你啦，就是
我临了只针对一个人嘛，我希望未来可以有一个就是特定好的一个日子，好的一个气场，然后同时替大家做一个气场的那个能量的转换，好，一次做这样子。1对1的话，我可能时间上比较不好安排，有没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想要学习的东西啊？大家一起互相成长。我今天特别穿大红，我要化妆。去年我都没化妆素颜，今天比较有礼貌一点，希望大家能够感觉很那个什么啊，生气盎然哈。今年大红大发 ，OK， 好。没有一天要点完8颗哦。第一天是点净化啦，先点净化，先把那个气场整理一下，然后之后就是你可以一天点1颗就好，一天点1颗就好。只是说你中间可能有一天不能点，没关系，你可以间隔天再点。对，你只要有照顺序点就好了，有照顺序点就好了，不要顺序不要弄错。哦，我可能要写一些标记贴在上面，这是第1颗。第1颗、第2颗、第3颗，我可能会贴个标记，让你们知道怎么点。好，那你可能中间有一天不在家，2天不在家没有关系，或许你可以外带出去吧，那么小小一个，你就带出去好了，带出去一个安全地方就把它点着。如果可以带出去啊，没有带出去也没关系啊，你只要可以放在那个地方，然后隔天啊，是隔几天，你再继续续点就好了，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季节转换，你只是在那个过程中。有可能你不能点，它就是一个命运的安排，你知道吗？海底轮代表的位置是什么？脐轮位置代表是什么？如果刚好是点到心轮那一天，你没办法点，肯定是有什么样的东西是需要你再多一点时间去调整的哦，你才有办法达到那个能量的转换哦。有些事情都不是巧合，那都是一定有它的原理在的，懂吗？但是他如果顺着点，就表示啊，你已经都清理完成了，你每个地方关于生活的、关于工作的、关于心思的关于自己的那个想法的，你自己已经整理好了，你就会点得很顺，你就可能一天1颗，一天点到完这样子。有哦，我有一个，我有案子是真的是蜡烛说没点放着就有反应的，还真的有。其实，在你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意念就已经发射出去了啊。好，你就已经有这个讯号，已经宇宙在接收了，而它在接收过程中在整理的脉络，然后等到你集中精神发射出去的时候，它就会有更大的一个效果在。提前多久点哦？其实今天开始点都可以啊，你们收到就可以开始点了。讲实在的哈，我也是在试蜡烛，我也是直接就先点了，我就先点了。就总之是不要超过那个立春的时间再点啊，尽可能不要啦，因为凡事都是要先准备好的嘛，你总不能事情到了你再拿东西出来，这就不合理了吧？就像是你要上台表演的结果，我什么都没准备。但是我们可以很早之前就准备，然后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已经有准备过了哈，你就比较可以 OK 的去顺势的去化解很多的问题。有的时候你会提前点也是有它的道理啊，你一定得先把这些事情整理整理，没办法拖到最后。就也可能个性也比较急的，也有可能我想要赶快改变，也很 OK 啊。今年是很好的年，我是说嘛，各行各业转型转业跟那个转行的契机，你会有很多的转机出现。这转机一定是在于你有所准备，你要准备好，你才有机会。好，千万不要什么都没有准备，你就等着事情被改变，你就会很麻烦啊。火运嘛，你刚刚说第9运火运，就是你一定要适度的去改变，步伐调整的够快。太慢的话，你可能就会被淘汰，那就不太好。这样可以理解吗？走20年的活运呢，大家加油啊！20年后我几岁啊？60几岁，我的天哪！现在20年后还有办法这样做解析，然后一样大家都要健康平安，然后希望大家都接受祝福哈。龙年呢是很好的社交年哦，多认识一些朋友，贵人贵事真的会发生哈，不要再宅了。像我都很宅，然后我都很宅，我超级宅的。但是我今年开始要走出去了，会有很多走出去的机会。我希望大家也一样哦，不要吝啬交朋友啦。谢谢你们的聆听哦，晚安。